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2楼。大家看，现在我们站在2楼上，可以眺望远方的风景，还能看日出日落。以后晚上我们就可以坐在这里看外面的星空，躺在床上也可以看外面。我们这个房子经过几天的铺设，整体的模型已经全都铺设完了。在没有绑在钢筋之前，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房子最后的样貌。等它盖完板以后，可能大家就看不到我们这样的效果了，因为到时候我们一旦给它浇筑完以后，可能我们就要开始砌砖这些该拆除的地方，我们都要给它拆除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些都是我们做的一些挑梁。我们这个房子是以桥梁的标准来开的钢筋，我们的钢筋是25公里粗的，所以说我们去开的时候，那个老板都不建议我们开那么好的。我们说，我们既然做了，我们就一线给它做好。我们这外面这一圈和这里要给它挑1.6米宽的露台。如果说钢筋小了，我们担心它以后承重不好会断裂。我们也是要考虑到这个以后的。我们想的是，我们建这栋房子它要有传承的意义。传给一恒，传给以后的子子孙孙。因为我们想的就是，无论多少年以后，我们的房子都还是非常完整的。不像木房子一样，没有人做它就会腐蚀倒塌。这个砖混这个框架结构的房子啊，只要不漏雨，其实它会永久的存在。我们做这个房子就是让它不仅我们现在用起来好用，以后用起来它也好用。因为我们房子的时候，不仅下面是柱子，上面的话我们也要给它做一些构造柱，像这样它这种结构性会比较好。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房子改造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很多次的返工，很多朋友都说，就那么一点点返工干嘛？浪费师傅的时间，浪费金钱。但是我们想的是，如果说错了你不去改正的话，以后我们这个房子用起来会经常，都在想，为什么以前我们不给它做好了？为什么我们不返工呢？就是就像前面一样，师傅不小心把那个尺寸搞错了，抬高了2公分。大家都说这里面给它打10公分，外面打8公分，不就平整了吗？这个方案我们也想过，但是从外面看起来啊，它这就不太协调，看起来很难看。还有就这个位置，那天我就在这里看，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跟师傅说的，我们前面挑1.6米，侧面也要挑1.6米，我都把那个记号给它打好了，我说就挑在这个位置。结果师傅做着，把这里全都做完了，我才发现，这里怎么这么窄？然后我就用尺子来量，果然少了10公分。他挑的是1.5米的宽度，所以说，我还是坚持让师傅把我们这个给加宽了。虽然我们又浪费了一些新的材料和那个方板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值啊。如果说我们以后觉得这里太窄了，要是再给它加宽一点出去的话，那就不是这几百块钱材料的问题了。虽然我们浪费了材料，还有师傅1天的工钱来返这个，但是我觉得很值。就像上次大哥哥们砌了壁墙一样，我跟小琴一开始想的是要做落地窗，但是老妈说，她说做落地窗很费钱，她说那个玻璃很贵。然后我们就听了父母的，结果做出来后都不是我和小七想要的。我们都每次都坐在那，好后悔啊！为什么我们不做落地窗？都看不出去外面的风景。所以说现在我们再一次来改造这个房子，只要有一点的不对，立马改。就算多花钱我们也要改，因为人生嘛，人生没有回头路。但是我们做错了，我们可以从头再改，这个还是比较好的。我们现在房上面的空间都是把它全都以民宿的这种标准来做的。大家看，我们这个是一个大大的拖底，这是我们卫生间的拖底。一开始
很多朋友都建议我们不要做这个下层，他说做这个下层的话浪费钱，而且不好看。但是我们想的是啊，要做到尽量做到防水，就是有托底的话，它防水性要好一些，而且我们以后即便是安装一些下层的水管，还是马桶，还是这种蹲便器啊，它都可以隐藏在里面。像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的烦恼。还有就是我们这里也是做了一个衣帽间，因为小贤一直跟我说的是，他特别想要一间衣帽间。每次房间里面有一个衣柜就很难看，如果说有衣帽间的话，就可以把鞋子啊、衣服全都放在后面来，而且需要有一个梳妆台，梳妆台必须要采光好，所以说我们就把梳妆台放在这个位置。虽然一开始说的是卫生间放在这里好排水，但是后来想到采光的问题和风景嘛，我们还是依然的把卫生间挪到里面，把这个衣帽间挪到外面，像这样，采光性更加好。这个外面呢就是我们的主卧室，大家看，这个卧室大概是有20个平方的卧室，也是想的是多开窗，尽量开落地窗，然后落地窗这里可以到那边的露台，然后这前面也是一个大大的落地窗，落地窗出来的话也有个露台。如果说我们不想待在房间里面，想到外面的透气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坐在这里，吃一点零食啊，就是看看星空。有朋友来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坐在大厅外面的这个露台这里，欣赏一下外面的风景。所以说我们每一步都是考虑到的。但是我们这个房子都是做一步看一步。现在我们其实2楼的这个方案，这个我还没有想好，究竟是把这个露台给它盖出来，给它遮住啦，还是给它推进去，让它天晴下雨都给它露在外面。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，大家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。这个大厅是特别的大，大厅可能大概有30多个平方至40个平方，这也是我和小贤最喜欢的一个区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厅里面小孩子在这里学习啊，或者有朋友来在这里坐着看看电视也是不错的。但是小贤一直跟我说，他想要一个复式楼。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就说过，他说我特别想要一个建公寓。我说这个简单呀，我给你做一个嘛。然后这个饼给他画了这么多年都还没有实现。但是这一次的话，我也跟师傅沟通了，我说我们这个房子能不能做复式楼？他说可以，但是需要把房子整体升高。可能我们最高的地方至少要升到6米，才能做一个小小的这种复式楼。然后复式楼的话，想的是放一些书籍，一恒他们学习，在上面看看漫画、画画呀，写字也是不错的。偶尔我们也可以到露台上面去看，眺望外面的风景。所以说，这一次我想的是为了实现小贤的这个复式楼，我们必须得把这几根柱子给它加上去。不加这么粗，我们就加跟这个挑梁一样宽的这个距离，给它加上去。到时候我们落地那个复式楼的话，可能上面也是要盖板或者用不锈钢来焊接，像这样我们才能完完全全的实现这个复式楼。复式楼到时候楼梯可能会做那种旋转式的楼梯上去，或者是走上去后有根杆子向那上面滑下来，这种就是像童话故事里面一样。所以说在农村我们建房子不是完全为了做而做，我们是为了享受生活而来做这个房子，更多的是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和这么多年的梦想设计进去。这个房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房间，因为跟我们那边的主卧室其实相差不大，因为这里它是挑出去了1.6米，这1.6米呢也要算在房间里面。这里有一个落地窗，这旁边也是有落地窗，出来的话就是我们外面的1.6米的露台。这个位置的面积虽然不是特别大，但是对于一间客房来说，它已经足够了。这个房间我们一直都说拿来留给老妈用，但是老妈说她不喜欢做的大房间，到时候也可以让一恒他们住。
大家看这个房间，它是带一个干湿分离的卫生巾的，还有衣帽巾。虽然这个衣帽巾它不是很大，但是放一个人的衣服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我们房子大概的这些功能区啊，都已经给大家看完了。大家觉得我们这个房子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？欢迎大家给我们提更多的宝贵意见。我们也是每天都在看大家给我们说提的一些问题。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房子有多大。哇，确实大，可以在家里跑步了。哇，确实大。村支书来了，今天在做什么？打药吗？哦。